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夏老师。今天特别来宾是艾斯。嗨，大家好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。艾斯之前来过节目哦，她之前来的时候还是有男朋友的，对，可能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2年前左右。据说在来过节目中不久就分手了。对不起，我笑了。我的节目是很，不过现在因为他现在是单身，我的节目有煤气这么糟吗？不会啊，搞不好我现在变更好。所以他在征友。我觉得艾斯很 OK， 长得又帅，然后身高也不错，然后去练健身，身材也很好。他在交友软体一直是开着的，交友软体开着，生意还好吗？好像还好你是放了什么？你条件很好，为什么会生意不好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字界打得太干净吧。就是你字界写的什么？工程师，然后找感情这样，好无聊。有点呢，工程师就立刻就要发讯息了。可是工程师有很多种哎。你是哪一种工程师？我是那个软体工程师。你看硬体的可能比较多人敲，太软了。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想敲一个软体工程师。好，今天艾斯要来跟大家聊呢，就是我看到他的脸书写了一篇很长的，说他去了1年的心理咨商。所以很好奇，第一件事是说，为什么你要去心理咨商？主要是就是去年有认识新的对象，然后就晕船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工作上觉得自己压力很大，然后这2件事情让我的情绪就变得不太能消化，然后身体会变得有一点就是容易失眠跟就是拉肚子这样，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需要消化这件东西，就去咨商看看。当你是软体工程师啦，可能很有钱，就一般人我没有这么多钱去，你知道蛮贵的吧？可能好几千块一次吧。1堂2500。可是我真的鼓励大家，如果你有心理问题的话，找咨商师是一个好办法。但是花了1年这么长的时间，也花了很多钱嘛，对不对？你个人觉得花这么多钱，花了1年的时间去咨商，这件事情值得吗？你会推荐大家去吗？如果大家知道，像是台北市有那个免费的一些次数的话，就可以用，好像3次还6次，先用那些。对，反正我觉得前几次聊一聊，一定都会有一些帮助，然后你再看适不适合。我觉得好处是，很多时候你很彷徨，然后又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，或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你的朋友的时候，至少咨商师可以接住你，让你短时间内能够觉得说，哦，好像有人可以倾诉，解决一下比较急需要解决的问题。那你告诉我，当时你刚刚说你晕船什么的，可以告诉我们这晕船的故事吗？反正就是交友软体就认识，然后就见面。然后聊起来都还蛮舒服的，然后他就会邀我去他家过夜之类，然后我们就有1个月的时间，就大概每天都会去他家过夜，然后就很开心这样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继续，我就问他说有没有进一步关系，然后他就有点冷处理，然后我就有点大晕船这样子。我觉得感觉上有点进展太快，因为你们并不确定对方是要谈感情，还是只是要约开心的事情。一开始有聊过，应该是有希望就是往感情的方向走。OK， 对。可是，在过程中你们都一直朝去他家住这件事情走。对，所以这件事情就跟交往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因为交往是要认识对方，了解对方的心情，去有没有彼此共同的嗜好、平常的兴趣等等的。可是我一直去他家住，就只有做那一件事情而已。对吧？还是会聊天啊，就是干嘛的？对，只是他就是会说，那你今天要不要来我家陪我？这根本就是前戏的话而已。所以你们跟他交往之后，你跟他1个月密切的交往。你也没有跟他去吃过饭，或有啦，还是会啊，都有。然后就你也知道他家人在干嘛，或者是你也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，或者个性这些都知道。就是我还是有努力去了解他这个人，然后去想说我跟他就有没有适合，但就是因为觉得好像还不错，聊得很开心，又很适合各方面，然后就觉得也许可以往下一步去进展这样子。结果对方就冷处理，你就觉得很难过。对，我感受到他很明显的比较冷淡的行为之后，就主动问他说，就是到底是怎么样？他就说他觉得他现阶段好像没办法更进一步，现在相处的方式就很开心这样。在你跟他交往那个月中啊，他有在约别人吗？我不清楚，就是我没有去管这些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没有真的讲好要在一起，就只是暧昧，所以他要怎么样的话，其实我不管这件事。我懂，所以这就是你后面会受到这么难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人你也不确定他是不是跟你真的开始交往，就是你认为那个月你在跟他交往，可是你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我没有觉得到觉得在交往，就是在约会，只是我愿意去
陪他这样子，这样算交往吗？是啊，你心中是跟他在交往的过程啊，你跟他约会，因为你只约他一个人啊，然后你觉得很满足啊，这不是你心中单方面的跟他在交往吗？可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单方面跟你交往，跟走这条路啊，所以到时候走到那边就走不通了，以后你就要去找心理医生了。可是这件事情我必须说，心理医生帮不了你，对吧？可能就是他可以帮我。就是他也会用他的角度去问这些问题，然后去点出一些可能我没想过的。他只能安慰你，可是他不能让那个男的回心转意，回头来爱你。我也没有要做到这件事情，我只是希望我的这个情绪怎么被排解掉，或是下次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艾斯，我还很好奇，就是像你刚刚说，像这个人是一头热，对不对？你他们在跟上次跟 Alan 分手之后，还有没有碰到别的感情事件啊？有啊，当然后来还有在认识其他对象，也有就是和别人就是约会了一阵子之后，觉得不太适合，然后就跟他说，那我们先当朋友就好，然后就让对方好像很难过这样。哦，所以有别人拒绝你，你晕船，然后也有说别人晕船你，然后你拒绝别人。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细节吗？那个也是，就是差不多认识1个月左右。因为这一次我就觉得说，好，比较以我的生活节奏为主，所以就是好，那我还是做我的事情。但是有想到其他事情的话，就约1个礼拜可能见面个2、3次。对。然后，但是就是大概这样约会了，大概也是差不多1个月左右之后，突然觉得有一天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好像对他只有普通朋友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要跟他讲清楚，说我们可能不要继续。有那个约会的那个意图，当朋友就好。哦，所以他就那个人就很受伤，一定。对他很难过，很受伤，很不开心，是因为我后来还去安慰他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这样。然后他怎么回你？他就觉得我都已经拒绝他了，干嘛还要过来就是安慰他，对他示好，关怀他这样？你都一刀把我杀了，你还关心我的死活吗？你滚吧你！对，他有这么大的反应啊？他打了蛮长的文字给我。Oh my god！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，你只是跟他在1个月内偶尔见面，他的印象中就是你们2个已经在一起了。在当时你只跟这一个人见面吗？对。我觉得这应该是问题所在，就是你让他真的误会你们2个是专心交往了1个月，然后你突然跟他切断，他才会这么生气。可是如果你们2个只是说一般做朋友的这种认识，就你同时跟他出去吃饭、看电影也好，你同时也在跟别人讲话或干嘛的，所以就没有跟他一个觉得说，好像你们2个是已经1个月在，因为2个人1个月真的还不认识。你说就是一开始可能太过度重视彼此的状态，这样太快进入所谓1对1交往的状况之下，然后事实上那个时候你感觉上跟他1对1，事实上你跟他还不熟，你根本才认识他几个礼拜而已，所以1个月是你的罩门吗？1个月先生。这样好像真的可是我个人认为，你1个月如果认清这个人，然后决定要不要在一起，也不要浪费彼此时间。你现在是不是交往的对象都一定要发展成长久关系啊？你可以就是接受就是偶尔认识这种的吗？还是说现在一开始认识交友软体上一认识就要开始很认真的，好像有往交往的路上走？我一开始认识人都可以，就是我当然最终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就是长期的伴侣，但是如果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我不会硬要说我现在要抱着这个心态去认识你。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很开心，然后就是例如说就是纯约炮，或是就是当普通朋友的话，我好像也不会觉得怎么样。OK， 我们现在回来这个諮商的过程啊，你现在諮商了1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是主动跟你諮商师说你想要停止，你想要停止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回到一开始我想要。就是諮商的目的是我想要让我变得更好，然后我想要把一些我觉得不好的东西就是去调整或改掉，然后我觉得了解自己是一个让自己变好的一条路径，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后来发现，其实諮商最终确实就是让我更了解自己，但是有没有变好其实是2回事，就是不需要变好，你就可以就是和自己好好相处，然后觉得自己这样也没关系，对。所以我觉得后来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就觉得好，那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了解已经到了一个阶段，对，那我可能现在比较需要的是也许去做一些练习，或者是去慢慢接受自己这样子，我就先暂时不去继续諮商，去做其他更深入的探讨这样。OK， 那艾斯再问一下，因为你在分手之后，你又谈了几段感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同时间你在諮商，你觉得对你的人生比较有帮助的是谈恋爱本身呢，还是諮商本身？我觉得有点相辅相成，就是他有点。你谈感情的时候会发生问题，然后如果你有办法自己了解的话，那当然你就会变成，就是你就知道更认识自己，对，
但是如果没办法，你可能就会反复的在不同的关系里面发生一样的问题，你就会很痛苦。那这个时候如果就是咨商的话，你就会透过这个问方式题是什么，让咨商师让你看到你的一直碰到情感相同的问题是来源是什么。对，了解。其实我刚刚说其实艾斯他去看了1年的咨商师，大家听起来也许觉得很长的时间，可是市场上有非常多的人，他是长时间好几年的跟一个咨商师一起工作，要解决比较大的问题。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说1年是很长时间，可是看个人的状况不同，很多问题是不可能看1年的咨商师就可以解决的，所以还是要看一下你跟咨商师之间的了解跟评估，然后看咨商师找的对不对也很重要。对 ，OK， 在这边沈老师帮艾斯征友一下。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对你男友的期望是什么？年纪啊，什么这种的，可以讲一下。就喜熊这样。喜熊，对啊，你自己也慢慢把自己变得类熊一点了。他的体毛还蛮多的，各位，所以各位如果喜欢体毛的话，可以找一下艾斯。然后，所以对方要是熊，对不对？就是那年纪呢？就是跟我差不多。好，所以如果各位符合这个要求呢，欢迎大家，我会把艾斯的 IG 放在下面，大家欢迎去跟他私讯一下，跟他聊聊，好不好？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每个礼拜有直播，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，会回答你们所有留言。现在老师要跟艾斯玩个游戏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希望透过下面这些问题呢，让我们更了解艾斯。买东西很容易后悔，没有。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影响，有。很累，但是还会回答说还好，有。会太在意对方而变得不自然，有。怕太麻烦别人，有，超级有。觉得自己不够成熟，没有。在能放松的时候反而觉得不安，有。对自己比对别人严格，有。看起来很稳，但内心很乱，也许有吧，我不太确定。对赞美的话有些怀疑，非常有。OK， 的确，我们需要心理咨商师来帮助我们一下。同志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，不是同志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观众，拜拜。那接下来爱是之前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好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样是什么时候啊？去年初的时候吧，去年初认识的新的对象。我们刚刚果然他真的很爱解释，讲得很清楚。Who cares？ 什么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内，我就会直接决定说我要继续或不要继续。这个问题可能要去问算命的，问智商师可能比较没有用，通常不传那种东西出去。你不怕别人会看到吗？在自己的手机上为什么会？因为他都会连云端什么的。然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学生还跟我打赌，然后就互开私密相簿给对方看。